战维没动，他定定地看着蓝若若。半晌，他轻轻地问他：若若，如果我们不再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咱们有希望吗？我觉得我可能喜欢你了。他这是向他表白吗？如果他们生意上不再是死对头，以他对他的了解，他的确值得他托付终身。蓝若若说道：战维，我不想听如果。没有发生的事不去幻想。我是活在现实里的人，看重的是现实。意思就是他们现在还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就不可能在一起。他说的不再是生意上的死对头，也要变成了现实，他才会考虑这个问题。现在就不必问结果了，他不会给他结果的。战维点点头，笑了笑，说道：我知道了。他站起来：你忙吧，我也回去上班了。等会儿要开会，傍晚的相亲就免了吧。不过请我吃饭不能免，你要请我吃1个月的饭。蓝若若也跟着站起来，拿起那束钱花。你把这束钱花带走，我战维送出手的礼物就不会再收回去。你真嫌这束钱花碍眼的话，就扔了吧。战维走了，蓝若若拿着那束钱花，数次想扔进垃圾桶里，又数次改变主意，最终她还是留下了这束钱花。不过她很快就将那些钱花全都拿下来，整理好塞进了她的钱包里，就当作是她给她买了10套衣服的一点补偿吧。哦，那10套衣服她还没有给她。忙碌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，转眼间便到了傍晚。蓝若若实现诺言，请战维吃了饭。饭后一个回家，一个应酬。回家的人是战维，他的车子驶进别墅，就看到侄儿抱着侄女跑过来。宝宝，你慢点，别跑的，小心摔着了贝贝。战维担心的叫喊，人赶紧下车，快步上前就从侄儿手里抱过了小侄女，说着刚追过来的保姆阿姨，不要让宝宝抱着贝贝跑，他也还是个孩子，力气不够的，摔着贝贝了怎么办？但凡侄女破一点皮，他回去都会被全家人批判，不说家里人批评他，就是他自己也会心疼侄女啊。奶奶说的，他们以后结婚生娃，未必能生到女儿的了，贝贝大概就是唯一一个女儿，大家都要疼着贝贝。保姆说道：七少爷，我们也阻止不了小少爷，小小姐又要小少爷抱着她，大少奶奶由着2个孩子。我说会摔着，大少奶奶说没事，小少爷会照顾好妹妹。小少爷也还是个孩子，不过6岁大，由于4岁开始练武的缘故，力气是比同龄的孩子大一点，可终究是6岁的孩子呀，抱1岁大的孩子能抱得起，但抱着跑一路还是容易出意外的。但大少奶奶放心得很，从来不阻止小兄妹俩由着小兄妹俩跑。若是小少爷或者小小姐摔着了，只要伤得不重，大少奶奶都会说没事。好像在大少奶奶的眼里，小朋友在小的时候没有摔跤，就不是一个完整的童年。七叔，我抱得动妹妹的，我吃很多饭，力气大。贝贝附和着哥哥，哥哥抱抱。战维抱着侄女，牵着侄儿往屋里走去，边走边说道：现在七叔抱。七叔在外面上了1天的班，就想回来看看你们俩，你们俩就是七叔的开心果，只要七叔看到你们就会很开心。战牧尘说道：那我和妹妹留在七叔这里再住一段时间，妈妈自己回去，她要上班，然后叫二婶送乐乐他们过来，这样我们就有伴玩了，不用七叔照顾我们。战维笑：怎么你俩玩的不想回家了呀？真让你们兄弟7个住在七叔这里，七叔哪能安心上班？逗七叔的，我们早就想回去了，想爸爸，想爷爷奶奶，还有太奶奶。贝贝学口舌，太奶奶，太奶奶。小家伙很喜欢和太奶奶待在一起的。战维故意一副松口气的样子，笑道：那就好，那就好。七叔过段时间也会回去一趟。七叔为什么要过段时间？
现在不能跟我们一起回去吗？现在七叔还没有时间。战牧尘哦了一声，懂事的没有再问下去。他知道大人都很忙，包括自己的父母，不是考虑到他兄妹俩。父母工作能天天干到深更半夜，战牧尘想快点长大，那样就能帮爸妈分担工作，让爸妈可以休息休息。进屋看到海童买了很多阳城的特产，战维笑道：大嫂，你买这么多东西怎么不托运啊？这些是刚买的，白天买的都托运了，明天这些也叫快递送回去。我可不想带着这么多东西上飞机。亲戚好友多，他每人都备一份手信，每一份手信又由好几种阳城特产组合而成，所以东西就显得多了。不算贵重的东西，是他给大家的一点心意。贝贝看到妈妈就要妈妈抱，抛弃了他的七叔。老七，你今天相了2场亲吧？怎么样？海童抱着女儿，关心地问着小叔子相亲的情况。战维没有隐瞒，老实地答道：只有中午相了亲，我又不喜欢相亲对象，不怎么样。傍晚的那场相亲，我让若若取消了，就我和他吃了顿饭，他晚上要应酬，饭后就走了。大嫂马上要回去，我就推掉了所有应酬，回来陪2个孩子好好玩1个晚上。海童放下了女儿，让儿子带着女儿去玩。等2个孩子走开了，他关心又八卦地问若若是什么反应。老七，你喜欢若若，就要大胆地表白，大胆地追求，不要拐弯抹角了。其实死对头相爱也没什么的，况且你们都可以转行，不一定要经营一样的生意。战维没说话，好一会儿他才说到：大嫂，我并没有隐瞒，也跟若若明说了，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带着杨太转型，说再多都没有用。我先追求他，不管他接不接受我，我都要让他知道我是真心的，然后抓紧转型，避免再和蓝氏集团成为生意上的死对头。为爱牺牲一点事业也没什么，他背后还有一个战氏集团撑住。海童想了想，嗯了一声，说道：也是，你公司不转型的话，与蓝氏一直都是竞争对手，你们俩在各自的公司里都是老板，谁都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，还真的不适合在一起。可以一起做生意，能合作的话，那样就帮助很大。你加油，大嫂相信你一定能抱得美人归的。若若对你又不是没有感觉，她对你是有感觉的，只是她很理智。战伟也能感受到蓝若若对自己的在乎，但他们俩都不可能放下公司和生意不管。在蓝东晓找他聊聊的时候，他就知道还是得他先去找个突破口，才能缓解杨太和蓝氏的竞争对手紧张关系。000，海童的手机响了，他看了来电显示，说道：是若若打过来的。海童接听了蓝若若的电话：童姐。若若，怎么了？海童笑着问：听战维说你今晚还要应酬。蓝若若也笑着：是约了客户谈一谈继续合作的事，刚谈妥了，签好了合同。童姐，你们什么时候回去？明天一早。这么快啊？我还想着请童姐吃饭呢。蓝若若有点遗憾的道：看来要等下次了。海童笑：没事，以后多的是机会。下次你去我们管城，我请你吃饭，带你到处玩玩。若若，谢谢你送了那么多礼物给2个孩子，他们都很开心。一点小礼物，孩子们喜欢就好。要不，童姐，今晚请你吃宵夜，如何？海童本想说他一向不吃宵夜的，又觉得蓝若若可能是想和他聊聊，便爽快地答应了。行，几点见？就童姐一个人出来，可以吗？我带童姐去逛阳城的美食街，很多味道不错的小吃。当然可以，战伟已经回家，我让他帮我照顾一下2个孩子。等会儿我就出去，咱们在哪里见面？蓝若若说道：我等会儿发个定位给童姐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2个人结束通话后，战维连忙问道：大嫂，
蓝若若跟你说什么了？请你吃宵夜，说带我去逛美食街，尝尝阳城本地的小食。他说美食街有很多好吃的。占维说道，我去过一次美食街，都不用走完一条街就能吃撑。刚接管杨泰的时候，他为了和大家打成一片，自掏腰包请大家去逛美食街，大家都吃到撑。大嫂是个吃货，逛美食街最合大嫂心意的了。那几点去？占维问道。大嫂，我能跟着去吗？我给你们卖单都可以。若若应该想和我聊聊，她叫我自己一个人过去。你在家里帮我照顾孩子吧。占维立即垮下了俊脸。他也太小气了吧，我来阳城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请我去逛过美食街。大嫂才来几天，他就带大嫂去逛美食街，你自己吃不起啊，还要人家请你。海童好笑地说，若若叫我自己去，想必是想向我了解一下你的家庭情况，你就老实在家里帮我带娃吧，我去帮你探探若若的口风。老七这个妯娌我是认可的了，你加把劲哈，奶奶看过了若若的相片，也很喜欢的。要不是奶奶年纪太大，你大哥不肯再让他出远门，他老人家早就和二叔二婶一起飞过来了。老太太年纪大了，不让他再到处飞，二太太夫妻俩还是可以出远门的。老太太不许他们现在就过来，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。不用着急和儿媳妇培养感情，扣着他们俩在山庄里带他们的调皮蛋孙子。占维俊脸有点红，他说道，大嫂，我看清楚了自己的感情，这辈子都不会变的了。蓝若若以后就是你的妯娌。海童起身，我先上楼换套衣服，你带2个孩子出去玩，别让他们看到我出门，你给我安排个司机送我过去。行，大嫂记得帮我说好话，这还用你交代的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大嫂还是分得轻轻重的。海童上楼去了，占维招呼侄儿女进前，他抱起小侄女，对2个孩子说道，走，七叔带你们出去散散步，在七叔这里住了几天，还没有带你们在别墅区到处逛逛呢。宝宝凑到七叔的耳边小声问，我妈妈要去哪里玩？不能带她兄妹俩。占维轻点一下侄儿的额头，就你机灵鬼，别问，问了就是不方便带你们。走吧，跟七叔出去玩，别让贝贝知道。他小声提醒着侄儿，贝贝毕竟还小，才1岁多，还很黏妈妈，知道妈妈要出去，他肯定会哭闹要跟妈妈出门。占沐晨仰头看看妹妹，懂事的点点头。等占维带着2个孩子出去玩了，海童换好衣服下楼来，让保镖开车送他去和蓝若若约好的见面地点。半个小时后，海童到了蓝若若说的那个位置，看到蓝若若站在那里等着他。蓝小姐在路边等着了，你开车过去，在路边停车就行。海童吩咐保镖，保镖恭敬地应着。他边减速边问海童，大少奶奶，我是在这里等你，还是等你逛完街打电话给我，我再过来接你？等我打电话给你，你再过来接我吧。不知道要逛多久，让保镖在这里等，过于无聊。她向来是个体谅员工的大少奶奶，不想让保镖在这里无聊的等着。好，车子慢慢的靠边停下，蓝若若还没有看到。海童借用小叔子车库里的车子，并不是占维平时常用的那辆迈巴赫。占维车库里有好几辆车，蓝若若是见过他开其他车辆，不过熟悉度都不及那辆迈巴赫。直到海童下车了，他才看到童姐。蓝若若笑着走过来，海童也笑着叫了她一声，你等很久了吗？没有，也是刚到的。海童让保镖先开车回去，他上前，很自然就挽住了蓝若若的手臂。这里的香味好浓。蓝若若带着他往美食步行街走去。阳城有好几条美食街，这条美食街是人气最旺的，各种各样的美食，
经常让到来的人吃撑到要扶墙走路。